哎呀，弟妹，燕窝这么贵重的东西，上次你给你嫂子的，她还剩下一些，就别送了。二哥，这燕窝你带回去，让娘每日炖给嫂子吃，对嫂子和孩子都好。哦，对了，二哥，嫂子孕吐，上次二哥不是给我送了一些酸的青梅果脯吗？那个东西也可以给嫂子吃，吐的时候吃点酸的也能缓解。徐安答应着，送走了二哥之后，顾青青吩咐下人去买了些酸梅蜜饯给二嫂送过去。袁景身子不舒服，顾青青今天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照看两个小家伙。顾宁秀也带着楚七七过来。大姐，听说今晚上的灯会特别的热闹，不如我们一起出去逛逛去。三妹，要不你带着七七去吧，我要在家里照看元景和静根儿。大姐，家里不是还有娘和奶娘他们在吗？放心吧，有娘和奶娘在，他们肯定能将元甲和静根照顾得很好的。你就和我们一道出去逛逛去吧，难得京城有灯会，可热闹了。大姐，听说今晚上的灯会还有烟火看，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哎，既然这样，青青啊，你就放心的和你三妹他们一道出去逛去吧。娘在家呢，娘会帮你照看好元景和静哥的。行吧，那大姐就同你们一道去。太好了，大姐，那我们就出去吧。娘，夜晚秋凉，外面冷，元景的病刚好，不要再将他抱出去。还有，今天晚上你让奶娘喂了奶之后，再叫下人给元景和静哥喂点米粉吃，不要喂多了，半碗就行。沈氏一一答应着。小顺子把马车准备好之后，顾青青就带着顾宁秀和楚七七一道上了车。青青、秀儿，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也不多玩一会儿？娘，别提了，外面出事了。啥？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娘，好长的刀，那些人手里有刀，还打起来了。啊？刀？什么刀？就是灯会上一个表演杂耍的地方，突然那些人手中都拿出了刀，顿时吓得街上人大乱，所有人都被吓得四处逃散。我和大姐他们也赶紧从街上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那些唱戏的戏班子怎么会有刀呢？青青啊，你说说，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那些杂耍的怎么会突然把刀抽出来？顾青青这会儿担心徐行和他二弟他们，来不及回答沈氏的问题，顾青青带着莫离就准备往外走。娘，我现在要出去一趟，今天外面街道太乱，你们记得把门关好，全在府上，不要出去。对了，也吩咐府中的下人也全都别离开，在我回来之前，你们都在府里好好的待着。哎，青青，你要去哪儿？大姐，外面那么乱又危险，你还是别出去了。娘，三妹，我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小顺子的马车还等在外面，顾青青直接就带着莫离再次上了马车，去灯会那条街。夫人，现在那条街可乱得很，你真要过去啊？赶车。夫人，要不我们还是回府上，等徐大人他们的消息就好了。再说了，你也可以安排叶大哥去打探消息，奴婢也可以替你去打探消息，您何必亲自去呢？放心，我有分寸，我又不会去定北王府里面，不会有事的。顾青青这样说，莫离这才没有再说话。青青啊，你二弟他怎么叫都叫不醒啊？他真的会没事吗？顾宁秀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床上，沈氏一直趴在床边。燕儿，你赶紧睁开眼睛看看娘啊！娘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有个什么，娘将来怎么有脸去见你爹呢？大姐，二哥的伤怎么样了？现在是不是已经没事了？娘，三妹，放心吧，我已将伤口包扎过了，他的伤没事儿，吃了药就能好。得知顾燕的伤没事儿，沈氏和顾宁秀母女二人
这才松了口气。大姐，二哥的唇怎么这么黑呀？难道二哥他中毒了？中毒？那该怎么办？顾青青还没开口，莫离就从外面进来了。夫人，你让奴婢准备的药材，奴婢已经全部都准备妥当了。快把这些药材给我。哎呦，青青，你说你二弟身上的毒该怎么办呢？大姐，该不会这些都是给二哥的药吧？娘，三妹，有了这些药材，二弟身上的毒就有解了。好，没事就好。哎呀，没事就好啊。你现在就将这个药送到厨房去，让下人尽快将这个药煎了送过来。莫离点头，当即拿了药就往外跑。哎，那娘也帮你二弟熬药去。大姐，二哥的身上全是血污，我们一起帮他把身上的衣服给换了吧。这样吧，我先吩咐人再送一盆热水过来，简单的帮二弟将身上的血擦一下，再帮他把衣服换了。顾青青看着下人嘱咐道：伤口附近将帕子拧干了再擦，还有小心一点。顾青青就和顾宁秀一道退出去，其他的都交给下人。虽然顾燕是顾青青和顾宁秀的兄弟，可到底男女有别。很快，不到一会儿的时间，两个人把他二弟身上的衣服全都换下来了。顾青青和顾宁秀再次走进去。大姐，二哥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三妹，二弟可能今晚上都会昏迷不醒。这样吧，你先回屋去睡觉去，二弟这边有我呢。大姐，二哥没醒来，我睡不着。三妹，你听我说，二弟这边有我，你在这儿也并不会医术，也不知道二弟身上中的什么毒，你看着他也帮不上忙，还是我留下来。我知道二弟身上中的毒，要是他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还能及时给他医治。可是今晚上我在这儿看着二弟，明儿白天换你来，到时候我再回屋去歇着。那大姐，今天晚上就你先看着二哥，明天我再来换你。行。顾宁秀答应了今天晚上先回去歇着，却坚持要等顾燕吃了药再走。药熬好了，沈氏也没让下人拿，自己拿着给儿子送了过去。娘，二弟的药煎好了。青青啊，这药还烫，娘来喂给你二弟喝吧。只是这会儿顾燕昏迷不醒着，青青，你二弟都昏睡着，这药他根本就喂不进去啊。滚！沈氏下意识将顾燕的药交给了顾青青，看着被下人掰开的顾燕的嘴巴，直接将一大碗的药全都灌到了顾燕的口中。太好了，总算是将药给灌进去了。大姐，还是你有法子。娘，三妹，行了，这么晚了，你们现在还都是早点去歇着吧。二弟这边有我呢，我会看着他的，你们都放心好了。大姐，那行，我就和娘先回去了。青青啊，你今天晚上也是累着了，还是你回屋子里去歇着吧，让娘看着你二弟。你二弟没醒，娘这心里头不放心呢，我也睡不着。娘，今天晚上就让大姐看着二哥，明天我们再来换大姐。大姐知道二哥身上中了什么毒，她在这儿看着，要是二哥有个什么，大姐还能及时医治。我们又不懂二哥身上的毒，我们留下了也是于事无补。再说您年纪大了，还是回屋去歇着。就算是要守着二哥，那也该是我和大姐二人来，哪还能让娘你亲自守着的？可是我娘，有大姐在就放心吧，二哥不会有事的。屋里很快就只剩下顾青青一个人了。顾青青没想到她今天过去那边会阴差阳错救了她二弟的性命，要是她今天没有带着莫离及时出现，她二弟的性命现在怕是就难保了。她二弟今天身后中了暗器，伤的并不是太重。顾燕的问题解决了，看着躺在床上的顾燕，顾青青的头中不由得想到了徐行和徐明轩，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现在怎么样了。莫离，你现在再去一趟王府，要是看见我五弟有危险，就出手救他。莫离点点头，桌子上摆放着一把匕首和2只暗器。匕首是莫离捡回来的，暗器是他从他二弟身上取下来的。顾青青意外地发现，匕首和短刀上都有一个特殊的字符。莫非今天那些刺客
其实和京中那些王侯有关。顾青青正猜测着，突然门口发出一声响动。是谁？夫人，是我。顾青青听见是莫离，当即忙上前去开门。怎么样，可见到我武帝了？还有丁北王府那边情况如何了？那些刺客可都赶走了？夫人，我这次到定北王府的时候，那里已经没有了打斗的声音和痕迹。现在定北王府被朝廷的人里3层外3层的围得水泄不通，奴婢偷偷的在王府里面偷听了一番，我打听到那些刺客有的被抓住了，有的则是已经逃了。这么说，定北王府的刺客问题已经全都被解决了？刺客是解决了，夫人，但是奴婢听说抓到的刺客在当场就吞下毒药自尽了。什么？自尽了？听说那些刺客被抓后全都是吞下了他们嘴里事先藏好的毒药。原先定北王府抓到人后想要留几个活口审问的，但是那些人却在被抓的瞬间全都口吐鲜血而亡。那现在岂不是死无对证？那些自尽的刺客应该都是死士。看来那些刺客还真是做足了准备来的，能出动死士，还出动了这么多批的杀手。到底这次刺杀定北王妃的是什么人呢？将目光落到桌子上，看着桌子上的暗器和短刀，这些刺客的身份越来越神秘了。灯下，顾青青见吃了药的顾燕，这会儿他二弟的唇色已经转白了些，看来是他给他二弟吃的药起了作用。顾青青又给他把了脉，发现脉象比之前好了很多。确定他二弟的伤没有问题之后，也不用顾青青再亲自守着了，叫来下人，吩咐了府上的2个下人来看着他二弟。顾青青回头看向莫离，今天你帮我救回二弟，又多次前往定北王府打探消息，你也辛苦了。我二弟的伤现在应该没事，你也回屋歇着吧。顾青青打着个哈欠回到屋里，累了大半夜了，她困得沾床就睡。早上顾青青还没起来，就听见门外不断的敲门。夫人，出事了，出事了！出事？谁出事了？难道是徐醒？她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连忙跑出去把屋子的门给打开。莫离，是不是相公他出事了？哦，不是，不是许大人出事。不是相公，那是谁出事了？是徐武公子。武帝他出什么事了？夫人，你听我说，徐武公子受了重伤，已经被人送回来了，现在就在他住的那个屋里。没等莫离说完，顾青青就已经跑出去，匆忙跑到徐明轩住的屋子里。徐明轩这会儿毫无血色地躺在床上。怎么这么多血？感觉到徐明轩还有呼吸，顾青青松了口气，赶忙给徐明轩检查伤势。夫人，徐武公子身上的伤已经被简单的处理过了，他后背和前胸都中了一箭，前胸的箭深3寸，后背的箭深5寸，这2处都是他的致命伤。好在他前胸的箭伤有点偏，要不然徐武公子这条命怕是就……顾青青已经迅速帮武帝徐明轩检查完了伤势。徐明轩伤的实在太重了，顾青青也没敢耽搁，赶紧给徐明轩治伤。夫人，徐武公子的伤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只是帮他武帝将身上的伤口给处理过，但是他武帝到底能不能醒过来，顾青青却不敢保证。他沉默着，莫离也没有再问。床上的徐明轩现在面色苍白，呼吸微弱。莫离，你随我来，我问你，是谁把我武帝送回来的？是徐管事安排人将徐武公子送回来的。对了，还有徐武公子身上的伤势，也是徐管事安排回来的人告诉奴婢的。徐庶不是应该和相公在一起吗？既然是徐庶安排人将武帝送过来，那岂不是相公救了武帝？夫人，奴婢只知道徐武公子是徐管事安排人送回来的，其他的奴婢就都不清楚了。那你现在可知徐庶在哪儿？莫离摇头。顾青青不由得想到了叶无痕。昨天他安排叶无痕去打探消息，帮徐醒。今天天色都亮了，叶无痕还没回来。按理说叶无痕早就该回来了，为何这么久了还一点消息都没有？还有，徐叔是跟在徐行身边做事的，这次徐叔安排的人把徐明轩送回来，却没有和徐行一起回来。二弟和五弟2个人接连受伤，还差点连命都没了。顾青青这会儿不由得开始担心徐行了。
五弟这边没醒，顾青青的二弟那边出了一点状况。原本顾青青算计着今天早上他二弟会醒过来，但是他没想到他二弟居然没醒过来。顾青青给他二弟检查了一番，按理说顾燕早该醒过来才是。青青啊，你二弟他不会有事吧？怎么昏睡了这么久他都没醒过来？娘，您就放心吧，二弟不会有事的。二弟现在没有醒，那就再等等，说不定一会儿就醒了。他二弟这边有沈氏和三妹顾宁秀他们守着，顾青青也不担心他二弟这边，他现在担心的是徐明轩。莫离在旁边，夫人，你说徐五公子的事，我们现在要告诉徐家的人吗？还是先别告诉我娘和二哥他们了。顾青青今天白天一整天都守在徐明轩的身边，他本以为灌了药喂了参汤，徐明轩的伤会好转一点，但是他没想到徐明轩的气息和脉搏全都越来越弱。不行，他不能让五弟出事，当即拿出银针准备给他五弟施针。几个时辰过去，终于将最后一根银针施完。顾青青累得浑身没有一点子力气，她差点没站稳摔下去。夫人，你没事吧？顾青青看着莫离摇头。就在这时，沈氏带着顾宁秀面色不太好的从外面走进来。青青，你随我出来一下。娘，二弟还没有醒来吗？你还知道关心你二弟啊？今天一天都过去了，他到现在都没醒，你也不知道关心关心他，就知道守在那个姓徐的屋里。顾青青没想到顾燕还没醒过来，那个姓徐的不过是你婆家的兄弟，不是正经的亲兄弟，你那么伤心他做什么？自己的亲兄弟昏迷着都没醒过来，你不去守着自己的亲兄弟，还你倒好，你竟然跑去守着外人。沈氏心中不满，这口气憋了一天了。燕儿可是你的亲兄弟，今后你能仰仗的还不是自己的亲兄弟吗？难道一个外人能靠得住？沈氏不悦地数落着，就连顾宁秀都听不下去了。娘，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我偏要说，我要是不说，你大姐怕是连谁是她的亲兄弟都忘了。自己的女儿虽然对自己也不错，但是沈氏就是觉得女儿老是偏向婆家，凭什么她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便宜了徐家？沈氏没有看见顾青青的面色越来越冷，顾宁秀连连对沈氏摇头，让沈氏不要再说了。沈氏也听不进去。娘，你说五弟是外人是吧？不错，你五弟确实就是一个外人啊，他又不是女婿的亲兄弟，他不过就是女婿家以前下人的一个儿子而已。如今女婿能叫他一声兄弟，倒是抬举他了。外人？娘，怪人就能为了我和相公不远千里来京城。娘，你知道武帝为啥来京城的吗？那是因为当初在京城有楚家虎视眈眈，娘怕楚家人对我和相公下毒手，所以这才调武帝来了京城。说白了，武帝这次来京城是为了我和相公不惜以身犯险，明知道楚家可能对相公和我下毒手，他还来京城跟在我们身边，你说他是为了什么？还有，当初娘和三妹在楚家饱受搓磨的时候，是谁去救了你们？是谁救了三妹？要不是我武帝，你们现在还能站在这儿吗？三妹的清白还能保住吗？娘，武帝不仅对我有恩，对你和三妹他们都有恩，你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来？我还有，二弟的伤势稳定，他虽然没有醒来，但是二弟不会有性命之忧。可武帝不同，武帝的伤势太重，随时都有性命之忧。要是武帝有个什么，我和相公怎么向徐家人交代？更何况武帝还是二弟叫去莫将军府上做事的，如今武帝在莫将军手下出了事情，难道我们顾家能脱得了干系？这沈氏被说得哑口无言，顾青青也没有再看沈氏，转身就走了回去，留下沈氏一脸懵地站在原地。刚走出房间，顾青青身形一晃，接着就是一阵眩晕，什么都不知道了。夫人，夫人！送走了大夫，沈氏看着床上躺着的顾青青，哎，秀儿啊，都是娘不好，娘今天一整天心思都在你二哥身上，竟然不知道你大姐今天一天都没吃过东西。你大姐累了一天了，娘还来怪她。哎，是娘不好，是娘不好啊！娘应该让下人给你大姐送点吃的过去。
娘怎么就只顾着你二哥呢？连你大姐今天一天没吃东西都不知道。娘，大夫说大姐只是疲乏过度，只要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娘，你也是担心二哥才会昏了头，乱了分寸。一会儿要是大姐醒来，娘你再对大姐赔个不是，这样不就好了？哎，今天的事情是娘不对啊，娘一时糊涂才说了那些话。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的顾青青，沈氏再次叹了口气。哎，你大姐今天说的话也没错，那徐家老五确实对我们母女几个有恩的，娘不想他有事，只是你二哥从昨天就昏迷，到现在一直都没醒，娘是担心你二哥嘛。哎呀，这才一时失言，在你大姐跟前说了那些话。秀儿啊，你在这儿看着你大姐，娘现在去厨房里吩咐下人做几样你大姐爱吃的菜来。娘，你去吧，我会看着大姐的。昏睡中的顾青青梦见徐行浑身是血的出现，在叫她的名字。相公，相公，大姐，你做噩梦了。沈氏带着下人从外面进来。啊，青青啊，你醒了。娘刚刚吩咐下人把药给你煎好了，你醒了，那就把药喝了吧。药？我怎么会在这儿？大姐，你难道忘了你晕过去的事了？哎，闺女，来，把这个药先喝了啊。大夫说了，你是劳累过度，把这个药先喝了，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哎，青青啊，今天是娘不好，你说的对，那徐家老五确实对我们母女几个有恩的，娘不想他出事，只是你亲弟弟从昨天一直昏迷到现在，娘也是一直乱了方寸才说了糊涂话的。顾青青喝完药，娘，行了，我今天有些累了，你和三妹都回房去歇着吧，这边有莫离留下伺候我就行了。可是你还没……沈老夫人、顾三姑娘，你们都回房去歇着吧，这儿有奴婢就成了。你们放心，奴婢会照顾好徐夫人的。送走了沈氏和顾宁秀，顾青青当即看向莫离问出来：叶无痕现在都还没有消息吗？莫离摇头：莫离，你说相公该不会也出事了吧？要不然怎么会不仅一点没有相公的消息，就连叶无痕也没有消息？夫人，大人肯定不会有事的，没有消息那就说明徐大人没事儿。要是真有事，徐庶和叶无痕不可能全都跟徐大人一样消息全无，肯定他们是暗中还有什么事情要办，这才都没有消息传回来。你现在还是别想那么多，奴婢现在让厨房给你送点东西过来，你这一天基本都没吃过东西，必须要吃点才行。勉强吃了一点东西下去。行了，叫下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下去吧。莫离见顾青青吃的并不多，还想劝着她再多吃一点。突然府上的下人来报，说是荣亲王府来了人。什么？荣亲王府来人了？夫人，都这么晚了，荣亲王府的人怎么突然来了？莫离，快！夫人，当心，你身子弱，慢点儿。相公这次是奉了荣亲王的命办事，荣亲王府这么晚安排了人过来，肯定是和相公的事情有关。下人已经将荣亲王府的人请到了偏厅，顾青青直接带着莫离走过去，一看是一位40来岁左右的男人。这位可是徐夫人？不错，我是。徐夫人，这封信是徐大人让我转交给你的。我相公呢？不知你可知我相公现在人在哪儿？徐夫人，在下只是奉了主子的命，负责将徐大人亲手写的信交给你，其他的在下也无可奉告。男人口中话说完，也不等顾青青开口，直接就告辞离开。顾青青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连忙把手中的信拆开。夫人，大人在信上都写了啥？相公说他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说他还有一些棘手的事情要处理，可能还要1-2天才能回来。夫人，奴婢就说嘛，徐大人肯定不会有事的，你还不信？现在徐大人亲笔信都写回来了，你总算能放心了吧？既然确定了徐行没事儿，现在重要的就是给五弟徐明轩治伤了。再次带着莫离来到徐明轩的房里，顾青青走到床边，看着躺在那儿面色越发苍白的徐明轩，
顾青青每次隔上小半个时辰就给徐明轩扎上一次，终于在天色快亮的时候探到了徐明轩的脉搏恢复了些，他的命总算是保住了。昨天顾青青没让莫离去通知徐家人，现在徐明轩的伤情稳定，他就吩咐了莫离，让莫离把徐明轩受伤的事情给徐家人说了。他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吩咐完莫离之后回到屋里倒下就睡着了。这一觉他不知道睡了多久，只觉得睡得脑袋昏昏沉沉，直到好像听见耳边有人在叫他：娘。老三媳妇儿，哎呦，你可算是醒了。娘，二嫂，你们都来了，快别动，大夫说你身子还虚着，就躺着吧。哎，老三媳妇儿啊，听说你这次是为了给你五弟治伤，你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睡。你这孩子呀，就算是要给你五弟治伤，也不能一晚上都不睡觉啊。娘，嫂子，你们可去看过五弟了？看过了，你五弟都醒了，娘还跟你五弟说了一会儿话呢。顾青青面上一愣，她没想到五弟竟然醒过来了。青青啊，不止呢，你二弟今天也醒了。顾青青又扭头去看向沈氏，原来他二弟也醒过来了。不过就是二哥醒了一会儿后，又突然再次吐血晕了过去。又晕了过去，还吐血了？青青，你二弟确实又吐血了。今天你二弟醒过来之后不久，又吐了一大口的黑血昏过去了。黑血？那就说明他二弟吐出来的血还有毒。顾青青觉得不对劲儿了，起身要下床。哎呦，老三媳妇儿啊，你这是做什么？大夫说你身子还虚着呢，你快别起来，好好躺着去。弟妹，娘说的是，你身子弱，还是快躺着吧。娘，嫂子，回去看看我二弟的伤就回来，放心吧，没事的。再次给他二弟检查了一番，他吃惊地发现他二弟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恢复得如此慢，难怪他二弟昏睡了1天多才醒。青青，你二弟的伤没事吧？放心吧，二弟的伤不会有事的。现在虽然他二弟的伤恢复得慢，但是伤情稳定了，目前暂时不会有危险。从顾燕的房里出来，顾青青又去看了徐明轩。顾青青给徐明轩粗略检查一下，发现五弟的伤恢复得挺不错的，现在只要好好将养就行。从徐明轩的屋子离开之后，沈氏和梁氏2个人都不许顾青青再去忙别的了，全部都让顾青青回屋去歇着。他刚回屋坐下，就有下人过来说徐明轩找他。顾青青跟莫离再次去了五弟的屋子。嫂子，三哥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哪儿？那天晚上三哥要不是因为救我，也不会受伤。什么？你说相公他受伤了？夫人，公子那天不是特意让荣亲王府的人给你送了信了，说他没有受伤吗？那就是徐行为了不让他担心，才让荣亲王府的人送信过来。虎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都告诉我。当时王府的刺客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莫将军安排了我在老王妃住的院子外驻守，一开始都还风平浪静，后来突然窜出来10几个黑衣人，再接着没想到那些离开的刺客会去而复返，虽然就来了20-30个人，但是来的那20-30个人个个都是高手，我和数百个人加起来都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后来呢？那些人武功高强，不到一会儿兄弟们就被打得伤的伤，死的死，满地打滚躺了一地。我也在和人交手的时候被人从前胸刺了一剑，身后不知道又是谁又刺了我一刀，那一刀直接就刺穿了我的身体。三哥当时为了救我也被刺客刺伤了一剑，三哥身上的伤应该也不轻。后来呢？三哥受伤后突然好像从怀中撒了一把什么粉末出来，再接着我就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相公应该没事，虽然他还没有回来，但是昨天晚上他让荣亲王府的人给我送了一封信过来。信？什么信？相公在信上说他没事儿，还说他现在还有棘手的事情要处理，处理完就能回来。不对，三哥身上流了那么多血，怎么会没事啊？虎弟，相公的事情你也别太担心了，既然相公写了信回来，那就说明相公现在暂时是没事的。虎弟，你身上的伤不轻，现在你最重要的就是好好把身上的伤养好，其他的事情都不要想。
可是，徐公子，你不知道，我们夫人为了将你的命救回来，昨晚上可是一夜都没有睡，给你施针施了一晚上。早上要不是奴婢扶着，我们夫人差点累得摔倒。啊，嫂子，你昨天因为我……虎弟，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帮你将命给救了回来，你现在就什么都别想，好好养伤才是要紧的。相公那边肯定不会有事的，相公的字我认得，那封信确实是相公的笔记。既然相公能写信回来，那就说明相公的伤没有大问题，要不然相公也写不了信回来，你说是不是？听了顾青青的话，徐明轩这才稍微放心了点。刚从徐明轩屋里出来，他面色就变了。顾青青心中担心不已。夫人，你可是担心公子。莫离，我现在需要你去帮我去一个地方。夫人是想让奴婢去一趟荣亲王府。不错，既然荣亲王府的人送了相公的信过来，那去荣亲王府应该能打探到相公的消息。夫人，那奴婢现在就去一趟荣亲王府。莫离走后，顾青青回到屋子里，这才开始思考今天武帝说的话。要是真的是武帝说的那样，那就是徐行也受伤了。难怪徐行昨天晚上大半夜让荣亲王府的人送信过来。还有，听徐明轩说，徐行身上流了不少的血，不知道徐行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顾青青心里很是不安。莫离很快就回来了。怎么样，可打听到了什么没有？夫人，奴婢今天去荣亲王府，并没有打探到任何公子有关的消息，而且什么？而且奴婢打听到，自从定北王府的那位老王妃生辰宴后，荣亲王也一直没有回过府上。什么？那定北王府上呢？你可有听到什么风声？莫离摇头。这2天他一直都在府上，跟在顾青青的身边伺候，对外面的事情莫离并不清楚。夫人，奴婢现在就去找人打听。顾青青让莫离下去，暗忖看来定北王府的那位老王妃和皇上应该都没有出事，要不然不管是皇上还是老王妃出事，肯定早就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了。他猜得不错。莫离出去打听了一番，回来告诉顾青青，夫人，奴婢打听到了，听说那晚上去定北王府的刺客并没有伤到老王妃，还有皇上也在人的护送下安全离开了。但是由于这件事，皇上回宫后龙颜大怒，不仅下令彻查这次刺客之事，更是连京城的城门都封锁了。听说在刺客没有抓到之前，城门都是只能进不能出。现在外面满大街都是搜查刺客的官差，奴婢刚刚出去就遇见了不少。对了，除了搜查刺客之外，皇上还问责了荣亲王和大理寺的主官，就是那位替武平侯府办事的大理寺卿。你可打听到皇上问责荣亲王的原因？街上都在传荣亲王保护老王妃不利，这才让皇上治了罪。治了什么罪？只听说皇上问责了荣亲王，具体治了什么罪，奴婢也没有打听到。那大理寺卿呢？皇上给大理寺卿治了什么罪名？夫人，奴婢好像听说那位大理寺卿被皇上给罢官，押入大牢候审了。罢官了？这次荣亲王和那位大理寺卿都是因为老王妃遇刺的事情受到了惩治，那徐行呢？徐行可是负责暗中护卫老王妃安全的人，皇上会不会也……夫人，你不是老说那位大理寺卿给咱们大人使绊子吗？现在那位大理寺卿被皇上下令严办了，那以后岂不是就没有人再对我们大人使绊子了？又过了2天，顾青青也从他二弟和五弟的口中得知，那天晚上去定北王府的刺客不仅人多，还有好几波不同的刺客，全都是有备而来。刺客们狡猾异常，声东击西，还在王府内放火。还有，听二弟顾燕说，刺客们好像全都是冲着老王妃和定北王府的人来的。而且听说，当时戏台子上一个倾城绝色的异域美人刚跳完舞，刺客就出现了，就连皇上都吓得大惊失色。而那位异域美人因为第一时间挡在了皇上跟前，事后被皇上带回皇宫，听说现在已经被皇上封为美人了。梁氏已经搬回了徐府，为的就是好好的照顾徐明轩。徐明轩那边，顾青青安排了下人照看，还有梁氏和二哥他们，顾青青也就不用担心了。现在就是他二弟顾燕这边，
顾燕身上的毒一直未解，反复的吐血昏迷。沈氏担心的不行。这天顾青青反复想了不少给他二弟解毒的法子，都觉得不行。夫人，你已经累了一天了，行了，还是先喝口水吧。还没喝，沈氏就从外面走进来。娘，你怎么了？青青，灯会那天晚上，你们可是差点让七七被人牙子给拐走了。那天七七是差点被人牙子给拐走，当时街道上的人太多了，七七……要不是娘无意间听说了这事儿，你和秀是不是就不打算把七七差点被人牙子拐走这事儿告诉给娘听了？哼，娘知道七七和你们姐妹几个不是一个爹生的，可到底你们也是亲姐妹吗？你们怎么能让她差点被人牙子给拐走呢？娘，你这话就说得过了，我和大姐什么时候因为七七和我们不是一个爹生的就对七七不好了？不仅我和大姐，就连二哥这些年都一直拿七七当亲妹妹看待，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哼，你和你大姐真要是把七七当成你们的亲姐妹，你们那天晚上怎么会让她差点被人牙子给拐走呢？要是七七是你们的亲姐妹，你们还会不好好的看住她吗？沈氏看着躺在床上现在昏迷不醒的儿子，心头火起。还有你二哥，你看你二哥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一天都要吐血昏迷几次。你大姐上次还说你二哥的伤没事，结果呢？结果那个姓徐的身上的伤倒是一天好似一天了，你二哥却是能不能救活都不知道。娘怎么这么命苦啊？要是你二哥真的有个什么，我也不活了。当初娘要不是为了你们姐弟三个，我怎么会带着你们去另嫁他人？为了你们我才嫁到楚家，在楚家受了那么多年的搓磨，娘做什么都是想着你们姐弟三个人的。你们呢？啊？你们做事情不想着自己的亲兄弟就罢了，还差点把自己的亲妹妹给弄丢了。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呀，才摊上你们这两个不省心的？娘，不是的，那天那种情况只是意外。我和大姐谁都不想七七走丢，只是当时灯会的人太多了，我和大姐才……三妹，行了，不必解释了。娘，你真要是觉得我和三妹是故意让七七走丢的，那我也无话可说。还有二弟身上的伤，要是你能给二弟治，那就你来。沈氏整个人就有点懵了。我也乏了，就先回屋歇着了。沈氏本来刚刚还气势汹汹的，这会儿这身上的气焰也蔫了一半。沈老夫人，要不是我们家夫人，顾二公子的命怕是早没了。还有七七姑娘也是我们夫人让人找回来的，今天我们夫人还给顾二公子配置了一天的解药。而沈老夫人你呢？你今天在干嘛？要说我们夫人对顾二公子和七七姑娘还不好的话，那怕是就没有人对他们好了。沈氏愣在原地。娘，大姐不仅救了七七，还救了二哥，你看你都对大姐说了什么？还有你我母女几个人来这京城，大姐不仅白给我们吃，白给我们住，还有丫鬟仆妇伺候你。要不是大姐，我们能在京城吃得这么好，住得这么好吗？大姐对我们已经够好了。说完，顾宁秀也没再看沈氏一眼，直接就从屋子里走了出去。今天顾青青为了给顾燕配置解药，忙得一天都没歇过。这会儿从顾燕的屋中离开，头中是一阵一阵的眩晕。他用手扶着头，突然晃眼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顾青青还以为他看错了，等他再次定睛一看，相公。顾青青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徐行。相公，五弟说你受伤了，不知你伤在哪儿，给我看看。顾青青要查看徐行身上的伤，却再次被徐行整个人抱入了怀里。相公，我听五弟说你也受伤了，你伤在哪儿？青青，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可是哪儿不舒服？小媳妇儿面色苍白，徐行一脸的关切，拦腰就把小媳妇给抱了起来。茉莉，去请大夫。相公，我没事儿，可能就是累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徐行抱着顾青青回到屋里，顾青青觉得自己没事，徐行却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怎么这么烫？顾青青觉得自己没事，可头中还是昏昏沉沉，她很想睡觉。徐行回来了，顾青青莫名的觉得心安，迷迷糊糊之中，
他就睡着了。后来隐约觉得有大夫过来给他把了脉，再后来他觉得有人好像在试探着给他喂药，这才皱了皱眉，睁开眼睛。醒了，来，把药喝了。顾青青下意识张嘴，却因为药太苦，不自觉地皱了皱眉。良药苦口，听话，把这药喝了，病才会好的。顾青青看着徐醒，莫名的一下就有些委屈了。好了，我回来了，别怕啊，把手伸出来。这是哪来的？尝尝看，甜不甜？顾青青把蜜饯吃下去。还苦吗？甜的。青青，大夫说了，你只要好好睡上一觉，病就能好了。青青，我听莫离说，他说你这几天都在忙着给二弟和五弟治伤，已经连续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听话，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别的什么事啊，什么都不要想。相公，那天晚上那么多刺客，定北王府的那位老王妃怎么样了？可有受伤？老王妃只是受了些惊吓，并没有受伤。五弟说那天晚上是你救了他。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埋伏在老王妃住的院子附近，等着捉拿那些刺客，后来意外见五弟受伤，就出手救了他。那这么说，你一早就猜到会有刺客再来行刺老王妃，所以才带人埋伏在附近。徐行倒是也没否认，老王妃只是受到了惊吓，却并未受伤，而你们早就猜到了刺客会去而复返，还提前埋伏在了老王妃住的院子周围。那天晚上住在老王妃院子里的并不是老王妃本人，对不对？你们既然猜到刺客会回来，那就肯定不会再让老王妃处在危险的地方，而老王妃丝毫没有受伤，那就说明你们很有可能已经提前将老王妃转移到了别处。我说的对不对？不错，那天晚上我确实已经提前让人把老王妃转移到了别处，那屋中住的也不是老王妃本人。我听二弟说，在老王妃寿宴当晚，他还看见大理寺卿也在护卫老王妃的安全。这么说来，除了你，荣亲王府还安排了大理寺卿保护老王妃的安危。青青，大理寺卿不是荣亲王安排的，而是皇上安排的。皇上？我听闻皇上这次因保护老王妃不利的罪名，不仅严惩了荣亲王，还把大理寺卿给罢官了。你呢？你会不会也受到牵连？青青，要是皇上想要治罪于我，也不会等到今天。既然皇上是因为保护老王妃不利之罪问责了荣亲王和大理寺卿，那为何皇上却单单没有问责于你呢？你不是也是主要负责老王妃的安危吗？青青，其实我并不是主要护卫老王妃安危之人。你不是？那你为何？荣亲王不是安排了你暗中护卫老王妃的安危吗？虽然荣亲王暗中安排我保护老王妃的安危，但是实际上这次负责老王妃安危的人不是我，而是荣亲王和大理寺卿。听到这儿，顾青青总算是明白了。我听莫离打听到的消息，说是皇上已经将大理寺卿罢官免职，那荣亲王呢？不知道皇上治了荣亲王什么罪名？青青，你不会认为皇上真的治了荣亲王的罪吧？难道不是？皇上对荣亲王的问责不过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的，实际上荣亲王并没有受到什么实际上的罪责。所以皇上这次就只是问责了大理寺卿？不错。可是你不是说老王妃并没有出事吗？那为何皇上会问责荣亲王和大理寺卿？老王妃的寿宴出现刺客，皇上差点遇刺，这并不是小事。还有，皇上安排了大理寺卿和荣亲王护卫老王妃的安全，可他们却让寿宴上出现了那么多刺客，这就是保护不力。这次皇上就只追责了荣亲王和大理寺卿，已经算是没有过多追究了。要是真的追责问罪，怕不是莫将军府上都逃不过追责。好啦，你身子还生着病呢，听话，该睡了。一夜好眠，顾青青再次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青青，你这几天好好歇着，别的什么事都别做，先把身子养好。不行，我一会儿还要想法子帮二弟把他身上的毒给解了。说着，顾青青就将那天他二弟身上中的暗器拿了出来。相公，你看，这就是我二弟身上那天中的暗器。徐行却把目光落在了旁边那把短匕首上。这是什么？这个呀，
这个是莫离那天在定北王府请到那群刺客遗落的一把匕首。徐行手中拿着匕首打量，这把匕首和暗器我都拿走了，这些东西或许对查到那些刺客的身份有用。你拿去吧。对了，莫离说这匕首上还有字符，你看。徐行一见匕首上的字符，顿时面色一变。相公，怎么了？徐行虽然没有多说，但是顾青青总觉得那个匕首上的字符肯定有什么古怪。徐行让顾青青好好歇2天，先把身上的病养好。顾燕身上的毒还没解，顾青青琢磨着，二弟身上的毒明明和你当初中的毒一模一样，但是我按照当初给你配置的解药给他吃，他吃了之后却效果甚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夫说了，你晕倒生病都是劳累过度所致，听话啊！这几天呀，就好好歇着，什么都别想。可是二弟身上的毒不能再等了。二弟身上的毒有我在，我会解决此事，你就别担心了。相公，你有法子能将二弟的毒治好？青青，这次莫将军手下还有不少人身上中的毒和二弟身上的毒一样，我安排的人去莫将军府上拿了药回来，下人今天早上已经喂给二弟吃过了。你是什么时候安排人去的莫将军府上？昨天。昨天你就安排人去找莫将军问药去了，我怎么不知道？你在睡觉。只是二弟吃了我配置的解药都没有用，他吃了你从莫将军府上拿回来的药就能有用吗？那天晚上中毒的人全部吃的都是莫将军让人配置的解药，放心吧，二弟身上的毒吃了解药后就能解。有徐行在，顾青青一下就清闲了下来。这几天忙得都没有空管孩子了，现在闲下来，顾青青让奶娘把元姐和静哥抱过来。2个孩子几天都没有怎么看过他们的娘了，这会儿一见到顾青青，2个孩子格外高兴。府上下人来说宫里来圣旨了，顾青青一听宫里来了圣旨，当即不敢耽搁，匆匆忙忙地赶到前院，就见宫里的几位太监已经快步走到门口了。大姐，你过来了。青青啊，你怎么才过来呢？那几位公公都走了。娘，三妹，不是说宫里来圣旨了吗？几位公公怎么走得这么快？老三媳妇儿啊，这几位公公不是来传圣旨的，是来传皇上口谕的。传皇上口谕？好像是女婿他升官了，整个大理寺现在都归女婿管了。相公升官了，那为何没有圣旨，而是口谕？皇上口谕，我只是暂代大理寺卿一职，并未升官。女婿啊，这皇上既然都让你代管大理寺卿的职务了，那还不是迟早会给你升官的。青青，你说对吧？娘，我觉得你说的对，皇上既然现在都已经让大姐夫代管大理寺卿的职位了，那肯定给大姐夫升官也是迟早的事情。娘，三妹，皇上现在只是让我暂管大理寺之事，我也只是暂代大理寺卿处理事务。要是皇上找好了任命官员，我也就不用再代管此官职了。女婿啊，依娘看，这皇上肯定会给你升官的。现在这整个大理寺都归你管，皇上给你升官，那不是迟早的事情吗？梁氏和沈氏他们都很高兴，觉得徐行这是升官了。听说了此事的徐明轩也是一脸喜色。嘿嘿，三哥，依我看呢，皇上肯定会给你升官的，让你做大理寺卿的。三嫂不是说了吗？原来的那个大理寺卿都要被皇上罢官了，现在由你代管大理寺卿一职，将来肯定大理寺卿就是你的了。高兴过后，徐明轩还提议要好好喝上一杯，替徐行庆贺。娘，三哥升官是好事，今晚上咱们多替三哥好好庆祝庆祝，说不定再过不久啊，三哥就是朝廷的3品大员，大理寺卿了。虎弟，行了，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可不能喝酒。还有，你身上的伤口不小，虽然我已经给你缝合过了，但是你也不能动得太厉害，小心将伤口裂开，那就不好了。老五，你这身上的伤不轻，好好躺着，别再乱动了。那也要给三哥庆祝。虎弟，庆贺的事情倒是不着急。再说了，相公现在不是还没有升官吗？在五弟屋里坐了一会儿，顾青青和徐行回到他们住的屋子里，见徐行坐在那儿若有所思。相公，你在想什么？娘给你的玉佩，你可还带在身上？在啊，一直在我身上。相公，你问玉佩做什么？你怎么突然想起要看这块玉佩了？
徐行接过小媳妇的玉佩之后，把手中的玉佩拿着反复看了几遍。相公，怎么了？这玉佩有什么不对吗？徐行没说话，突然徐行好像在玉佩上发现了什么。青青，这块玉佩你拿去好好收着。好好的，你怎么突然想起看这块玉佩了？这块玉佩和那只镯子都是我娘留给我仅有的2件东西，你都要把它们好好收着。顾青青知道这2样东西都是徐行的亲娘留给她的，就算是徐行不说，顾青青也会把这2样东西好好的收着。相公，你身上的伤虽然不深，但是伤口裂开了，还是要静养几天才行。大理寺那边你能不能跟皇上说说，在家养几天伤再去？青青，放心吧，我这几天都不用去大理寺了。真的吗？荣亲王已经跟皇上说了我受伤的事，虽然皇上让宫里的太监传了口谕，让我暂在大理寺卿一职，但是也允许我在家养几天伤的。顾青青心中一喜，难怪徐行回来之后就一直都在家陪她。梁氏除了照顾徐明轩，现在还在照顾徐行，这不给徐行送来了补汤。老三呐，娘没想到莫将军竟然还亲自安排人送了银子和补品来给老五呢。娘，听说这次2弟和5弟在老王妃寿辰当晚表现不错，比御刺客有功，莫将军还会封赏他们2人。是吗？老三，不知道这莫将军要怎么封赏你5弟他们呢？娘，我也只是听说莫将军会封赏5弟他们，但是具体至于莫将军怎么封赏5弟他们2人，我就不知道了。娘，想知道莫将军怎么封赏5弟他们，等5弟和我2弟身上的伤好了，他们回莫将军府上做事后，不就知道了？老三媳妇儿，你说的是。老三，那你好好歇着啊，娘去看看你5弟去。徐行去了书房，离开之前，徐行对小媳妇道：青青，2弟的解药我已经安排了下人，每天都会给他送过去。最近你也辛苦了，这几天就好好歇着。2弟和5弟的事，我会安排人照看他们，你都不用担心。说起2弟的伤，不知道徐行给的解药有没有用。顾青青打算去瞧瞧他2弟去。顾青青到了他2弟顾燕的屋子里的时候，沈氏和顾宁秀他们都在。青青啊，真是太好了，你2弟昨天吃了女婿给他拿回来的药，他昨天1天都没有吐过血了，也没再昏迷过，就连你2弟的气色都好了不少呢。2弟，你昨天当真没有吐血，也没有昏迷过？昨天吃了药后倒是没有吐过血，精神也好了不少。今天2哥还多吃了1碗饭呢。顾青青上前去给他2弟把了把脉，不仅是面色，就连脉象都明显好了。青青，你2弟的伤怎么样了？那个药是不是你2弟吃了之后身上的毒就能解了？娘，要是不出意外的话，2弟再把相公给他从莫将军府上拿回来的药吃上10天半个月的，应该身上的毒就能解了。太好了，太好了，秀，你听见没有？你2哥身上的毒能解了。娘，三妹，不仅2弟身上的毒能解，2弟身上的伤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照这样下去，月底2弟身上的伤就能痊愈了。从2弟的屋子里出来，夫人，余叔来了，说是有事要见夫人你。余叔来了。顾青青一听余叔来了，还以为是山上种植的茶树又出了什么问题。余叔一听忙道：不是，夫人你放心，茶苗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不知道余叔过来找我是为何事？夫人，老夫过来除了来告诉你山上的茶苗已经全都种植好了，还有就是老奴听说我们茶山旁边有2个果园要卖，那2个种植果园的山头都不小，风水也好，果园下头还有一处庄子，老奴瞧着都还不错，就想过来问问夫人你可想将那2个山头一并买下来。果园说起来顾青青倒是有点印象。夫人，要是你想将那2个山头买下来的话，那老夫就去帮夫人你把这件事给办妥了。要是夫人你不想买，今天时辰也不早了，那老夫也该告辞回去了。余叔，我打算将那2个山头都买下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吧。夫人你放心，叔一定帮你把这事儿办得妥妥帖帖的。
于叔刚走，莫离跑过来说道：夫人，荣亲王府的人来了，还送了不少东西来咱们府上呢，您快去看看。荣亲王府的人来了。顾青青去的时候，荣亲王府的人已经和徐行去了书房里。前院摆放的那些东西，管事说都是荣亲王府刚才送过来的。由于这些东西太过贵重，顾青青也不敢动，吩咐下人把东西封存好。顾青青当即打算去找徐行告诉他此事。他一路走到书房，就见徐叔站在外面。夫人，你可是要见公子？顾青青点头。公子现在正在里面见大理寺来的胡大人等几位大人，要是夫人你找公子有事的话，那老奴现在就去里面替夫人你通传一声。不是说荣亲王府来的人现在正在相公的书房吗？哦，回夫人的话，荣亲王府的人已经离开一会儿了。既然这会儿徐行正在见大理寺来的几个大人，想来也是有别的事情要处理。顾青青也就没再让徐叔帮他通传，而是带着莫离走了。吃完了饭，顾青青把莫离叫过来。相公还在书房忙吗？夫人，大人的书房又来了几个人，依奴婢看，大人暂时应该还不会忙完。又来了几个人？那几位大理寺的大人呢？可都还在？那几位大人倒是走了。夫人，在那几位大理寺的大人离开后，接着去大人书房的那几个人，应该都是暗卫和杀手。行，我知道了。你去相公书房外附近守着，要是相公忙完，就过来告诉我。奴婢知道了。这么晚了，那些杀手和刺客去找徐行，到底是做什么呢？等到徐行从书房出来，已经又是1个时辰之后了。顾青青吩咐下人，将给徐行准备的饭菜全部都送过来。相公，你今天怎么这么忙？大理寺你处理的事情有很多吗？今天是忙了些，大理寺那边的事啊，现在主要都是我在负责。前几天我在荣亲王那边做事，已经耽搁了几天，再加上以前的大理寺卿被皇上罢官后，他手上留下的一些案子和事务，现在全都需要我处理。可能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会像今天这么忙。相公，你今天忙的全都是大理寺的事，可还有忙别的？定北王府老王妃的寿辰上出现的那些刺客，你可还在继续追查？徐行嗯了一声。相公，你不是说那位美人和那天的刺客脱不了干系？真要是查到那群刺客和那美人有关，此事你打算怎么做？青青，放心吧，此事我自有分寸。还有刺客的事，我也只是暗中查探。真正查探刺客身份的人是莫将军和荣亲王，我在明面上就只是接管了大理寺卿的职务罢了。对了，荣亲王今天给我们府上送来的东西不仅多，还都很是贵重。由于那些东西太过贵重，我全都没有敢动，都交给下人原封不动地送到库房去封存起来了。你说荣亲王送来的那些贵重之物，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些东西不知你打算如何处置？青青，那些东西你先原封不动地收着，荣亲王那边我会亲自去见他一次。接下来的几天，徐行同样很忙。虽然顾青青给徐行说过不用再去找奶娘的事儿，但是顾青青没想到，徐行不仅找了一个奶娘，还另外又找了一个老妇回来。相公，你怎么又找了一个奶娘回来？青青，那位奶娘是徐叔找回来的。徐叔办事一向稳妥，这位奶娘也是徐叔谨慎挑选才定下来的，多一个人照看他们也更稳妥嘛。那位老妇呢？那位老妇人是以前徐府旧人，我娘小时候就是那位老妇带大的，她主动跟徐叔开口要来亲自照看俩孩子，所以啊，我就让徐叔将她给带过来了。顾青青一脸的吃惊，她怎么都想不到，那位看起来干净整洁的老妇竟然还是徐府的旧人。青青，我已经让徐叔给他和新来的奶娘都安排了住的地方，往后啊，他们2人也会一同照看静哥和元姐。于是就这样，照看元姐和静哥的人又多了2个。徐行还是每天都在书房里头忙着。顾燕也提出来要去将军府当差了。燕儿，你身上的伤才刚好，还是得多休养几天再去将军府吧。二哥，娘说的有道理，
你身上的伤才刚好，还是听娘的，在家多养几日再去将军府，也更稳妥些。娘，三妹，你们就放心吧，我身上那点小伤早就没事了，而且我已经在家闲了这么久了，我也是该回去活动活动筋骨了。不行，别的事情娘都可以依你，但是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娘，此事我已经同莫将军说过了，明天一早我就会返回将军府，莫将军都已经知道了，这要是我明天没有去也不好交代。青青啊，你二弟他平时他最听你的，你赶紧劝劝他。娘放心吧，他身上的伤主要是中毒，既然毒已经解了，那就没事儿。相公不是说莫将军这次还有封赏要给二弟吗？指不定二弟这次回去还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差事。你之前不是还想知道莫将军会给二弟什么封赏吗？那二弟明天去了不就知道了。燕儿，你要去将军府做事情可以，娘也不拦着你，但是只一点啊，你须得好好顾着你自己的身子，娘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但凡出点什么事情，你让娘怎么活，怎么能对得起你的爹？娘，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身子的。徐行在府上忙了这么多天之后，总算是闲下来。今天早上一上午过去了，都没有人来徐府找过徐行了。顾青青就坐在旁边，一边给他研墨，一边看他写字。突然，顾青青将桌子上的一卷画撞到了地上，只见画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徐行他娘惠夫人。顾青青手中拿着那卷画打量着。对了，相公，我发现那位定北王府的老王妃好像长得和你娘有几分相似。他口中的话一说完，徐行手上的动作却猛地停了下来。相公，你怎么了？没事儿。你是不是也发现老王妃和你娘长得相像了？你娘和老王妃说不定有什么关系。青青，老王妃和我们徐家素来并无瓜葛，又怎么会和我娘有关系？顾青青若有所思。别想那么多了，我娘姓徐，老王妃和我娘是不会有关系的。话虽这样说，但是顾青青还是觉得有所怀疑，特别是今天再次看见徐行他娘惠夫人的画像，顾青青更是觉得惠夫人和那位定北王府的老王妃长得十足的像。不由得顾青青想到身上的那块玉佩，她当即拿着玉佩去了徐明轩住的院子，正好梁氏现在就住在府上。梁氏一见顾青青，顿时就笑出来。老三媳妇儿，你怎么过来了？娘正有话要跟你说呢。娘，不知你要对我说什么？娘已经在这儿照顾你五弟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你二嫂现在怎么样，娘想回去看看你二嫂去。娘，那你放心的去看二嫂吧，五弟这边我会照顾好他的。老三媳妇儿，你过来可是找老五的？不，娘，我是找你的。啊？找我？梁氏跟着顾青青一道去了他的屋里。老三媳妇儿啊，不知道你有什么话想问娘，还单独把娘叫到这儿来。娘，我记得你说你从小就一直跟在相公他娘身边。是啊，娘很小的时候就被夫人和小姐买下来，去了徐府做事儿。娘年纪不大，又和小姐的年纪相当，夫人就把娘安排去伺候小姐去了。夫人？你不是被徐老爷买回去的？当然不是了，徐府一开始就只有夫人和小姐两个人，娘也是夫人和小姐两个人买回去的。怎么就夫人和小姐两个人？徐老爷呢？他难道没有和徐夫人他们住在一起吗？唉，不瞒你说，老爷在小姐还小的时候，好像一直都在外面忙着，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有时候回来，府上的人都见不着他，全是夫人带着小姐去外面单独见的老爷。由于老爷很少回来，不知道的还以为夫人和小姐是孤儿寡母呢。这么说来，在相公他娘小时候，徐老爷就没有怎么出现过，一直在外。不错，在小姐10岁之前，徐老爷都没有出现过在这府中。别说府上的下人，就连我这个从小跟在小姐身边伺候的丫鬟，也没有见过徐老爷的真面目。不知徐老爷在外面到底是在忙什么？
就算是徐老爷是在外面忙生意，也不至于多年都不回府中住吧？梁氏也不太清楚。娘第一次见到徐老爷是在小姐13岁那年。那年小姐在外面被人打了，浑身是伤，回到府里，周围的人没有见过徐老爷。夫人和小姐都生得貌美倾城，在那条街上又有不少觊觎夫人美色的男人。虽然夫人从来不正眼瞧那些人，但是还是遭到周围不少夫人的嫉妒，一个个在外面胡说八道，造谣污蔑夫人的清白。就连附近的小孩都在骂夫人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呢。虽然府上的下人都听不下去了，夫人却好像并不在意，依然在府上每天教小姐读书写字。闲时夫人还会给小姐亲自动手做上几身衣服。夫人从来都没有把那些污言秽语放在眼底，反倒是更加的温柔娴静。有时候在园子里头坐着弹琴，一弹就是一整天。夫人对谁都好，从来不跟人生气。直到那一天。那天怎么了？那一天夫人出去了一趟，在回来的时候刚下马车，就被一个喝醉了酒的男人一把从身后抱住。虽然我们夫人当时就吓得推开了那个男人，但是可恶的，那男人竟然当街就胡说八道，造谣说夫人是他的相好的。尽管府上的下人当时就把男人给拦下来，夫人那是第一次动了怒。尽管夫人当时就怒到和男人没有任何关系，还请那个男人要自重，可周围的妇人们嫉妒夫人的美貌和倾城之姿，早就看夫人不顺眼了。这一次他们也不管夫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全都上来骂夫人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了别人的男人，甚至那些人还往徐府扔臭鸡蛋和烂菜叶子。虽然顾青青没有看见过徐夫人长什么样子，但是从徐行他娘的画像和徐行的长相，顾青青就能猜得出来徐夫人的模样有多美。一个美貌的妇人带着一个弱小的孩子，难免遭人嫉妒和欺负。顾青青不难想象当时徐夫人和徐行他娘两个人的艰难处境。后来呢？后来此事在外面越传越烈，从那以后夫人再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都往她身上扔些污秽不堪的东西。那天那个接着酒撒疯想轻薄小姐的男人，竟然无耻地抬着花轿来徐府接人了，说是要娶我们夫人为妻，还说我们夫人早就已经是他的人了。不仅让夫人被人唾骂，他更是想以此逼夫人真的嫁给他。娘，那这件事后来是如何解决的？夫人当然是不从了，不肯嫁给那个卑鄙无耻的男人。但是没想到那个男人以权压人，他想逼迫夫人嫁给他。想用权势逼迫？难道那个男人的身份莫非还是当地的权贵？那个不要脸的狗东西，他算什么权贵？不过是仗着他叔父是个地方的太守，就借了他叔父的名头狗仗人势罢了。夫人不从，那个无耻之徒竟然带了太守府的人想要强娶我们夫人。不仅如此，还把花轿抬到了徐府的门口，故意吹吹打打，一路沿途过来的，引了不少的路人都来看热闹。后来夫人无奈，只得打开了徐府的门。夫人本意是想打开徐府的门，把那男人给打发了，可没想到那个男人就等着夫人出来。夫人刚出来，那男人立刻就让人过来抢人。那将人抢走了吗？我们徐府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却也不是一般的小门小户。那男人想要抢走我们夫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么说，那个男人并未将人抢走？一开始是没有把人抢走，那个男人带过来的人不是徐府下人的对手。但是可恶的，没想到那个太守老爷竟然和那个男人狼狈为奸，两个人合起来逼迫着夫人下嫁。太守大人还把官差都带过来，说是
说是我们夫人勾引男人，暗中与人私通，本来该进猪笼的。但是要是我们夫人答应和他侄子成亲，那就是二人情投意合。他来说媒主婚，能让全城的人都闭嘴，不再骂我们夫人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后来呢？后来就在这时候，老爷突然回来了。也就是在这一次，我才第一次看见老爷的模样。我没想到老爷长得会是那般的丰神俊朗。娘当时第一眼看见老爷，心里头就觉得老爷和夫人当真是一对璧人。这么说，徐老爷就是在这时回的徐府。徐老爷突然回来，他不仅回来了，还带了一队人马回来。当时老爷突然出现，太守大人和那个男人都被吓了一大跳。他们没想到夫人竟然还真有相公，不仅有相公，还是非富即贵的。那通身的气度不是常人能比的。娘，那徐老爷回来可将那些人给赶走了？那个男人简直就是个不要脸的畜生。在我们老爷回来之后，那男人竟然还敢当众的大喊夫人和他有染，还说夫人是主动勾引他的。当时那个太守更是欺人太甚，还说老爷回来的正好，那就判老爷给夫人一封休书，让夫人拿着休书立刻就嫁给那个男人。那男人也不看看他自己那肥头大耳贼眉鼠眼的样子，就凭他连我们老爷的半根手指头都及不上，还想娶走我们夫人。那徐老爷可信了那些谣言？老爷他当然不会轻信那个男人说的鬼话。老爷当时相信夫人是清白的，那男人和那个太守就全都灰头土脸的从徐府滚了。娘，不知徐老爷是如何还徐夫人清白的？还有，那位太守大人和那个男人又是如何从徐府离开的？老爷当时就让人狠狠地把那个男人给揍了一顿，把那个太守大人也一起抓了起来。老爷当着众人的面还了我们夫人清白。徐老爷打了那个男人，还把太守大人给抓了起来，此事怕是那位太守大人并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吧？老三媳妇儿，你说的不错，当时那个太守确实是恼羞成怒了，不仅要带走我们夫人，竟然还要抓我们老爷去坐大牢。娘，太守大人要抓徐老爷和徐夫人下大狱，那徐老爷是怎么办的？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太守大人义正言辞，气势汹汹地说要抓我们的夫人和老爷去下大狱。但是奇怪的是，我们老爷什么都没做，就只是走到那个太守大人跟前，也不知道暗中给那个太守看了什么，还是跟那个太守说了什么。总之那个太守大人在我们老爷走到他跟前的片刻之后，就面色大变，连连求饶起来。这么说，徐老爷有什么是那个太守大人害怕的？要不然那个太守大人怎么会立刻就对徐老爷连连求饶了起来？梁氏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顾青青却在心中暗忖，能让那位太守大人吓成这样的原因，无非就是徐老爷有更大的权势，或者能威胁到那个太守大人的事情。心下一凛，顾青青不由得再次出现了惠夫人和老王妃两人的画像。莫非，难不成那位惠夫人和老王妃二人还真的有什么关系？太守大人在我们老爷走到他跟前片刻之后，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求饶了起来。我们老爷当时连一个眼神都没给那个太守，直接吐了一个字：滚。那个太守大人当时连滚带爬的滚了之后，第二天竟然还亲自带着下人来我们府上登门道歉来了。不仅如此，那个太守大人在外面还严惩了他侄子，还了我们夫人的名声，带的东西也是贵重的东西。不过我们老爷没有见那个太守，也没收下他什么东西。当时我们老爷还是让那个太守滚出了徐府。经过这次之后，老爷回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徐府，直到我们小姐长大出嫁，我们老爷都没有离开过。周围的人
也就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夫人和小姐了。这么说，徐老爷在那次回来之后，就一次都没有离开过，就一直在徐府和徐夫人与徐小姐生活在了一起。不错，从那次之后，我们老爷再也没有离开过。但是我们夫人每年还是要带着小姐离开1-2次。娘，徐老爷回来后，可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没有？奇怪的事？老三媳妇儿，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没什么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徐老爷10年没有回来，他突然回来了，肯定有什么人去找他，或者是他去找什么人，有没有呢？说起这个，梁氏好像突然想到什么。娘，难道徐老爷回来后，当真还有什么怪异的事情发生不成？老爷和夫人这些年一直都相敬如宾，而且老爷对夫人也是宠爱有加的。但是奇怪的是，老爷回来之后一直没有和夫人同房，夫人和老爷各自睡一间屋子，时间久了，难免就会让府上的下人猜测。你说徐老爷和徐夫人是分房睡的？一开始是分房睡的，半年之后，徐老爷才搬去了夫人的屋里。娘本来是很替夫人高兴的，但是后来娘在一次偶然的时候发现，老爷和夫人虽然是搬到了一个屋子里，可是老爷竟然是睡在外间，中间放了一个很大的屏风，夫人一个人睡在屏风后的床上。这么说来，徐老爷竟然一直都没有和徐夫人睡在一起。梁氏这次却没有说话，而是思考了一阵才开口。娘是好几次都发现了老爷和夫人分开睡，但是娘到底是个下人，又是伺候小姐的，至于老爷到底有没有真的和夫人睡在一起，娘后来也不是很确定。顾青青打量着梁氏，从怀里把那块玉佩拿出来。老三媳妇儿，你怎么把这块玉佩拿出来了？娘，你说这块玉佩是相公的娘留给他的？是啊，这块玉佩确实是小姐留给老三的。那不知这块玉佩是谁给相公的娘的？这块玉佩是老爷给夫人，夫人又拿给小姐的。这么说来，这块玉佩是相公的娘的爹，也就是徐老爷给相公的娘的。梁氏点头，看来他这块玉佩只和徐老爷有关。到底那位徐老爷是什么身份？难不成徐老爷和那位定北王府的老王妃真的有关系？也不对呀。顾青青记得秦无阳和徐行都给他说过，定北王府的那位老王妃，他的儿子早就死了，还是因为救了当今皇上而死，而徐老爷是在徐行他娘长大之后才死的。更何况定北王府的老王妃就一个独子，除了那位定北王，老王妃再无别的儿女。徐老爷真的要是老王妃的儿子的话，老王妃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自己儿子留在外面，常年不回王府的。刚刚他婆母梁氏不是说了吗？徐老爷在徐行他娘10岁之后的那一年就搬回了徐府住，且没有再离开过，那徐老爷就不可能是老王妃之子。徐老爷不是老王妃的儿子，可徐老爷的女儿惠夫人却和老王妃长得如此的相像，徐行的模样也是像足了老王妃。要说这几个人完全没关系的话，那徐行母子二神又怎么会长得和那位老王妃如此相像？顾青青头中正思忖着，梁氏也觉得奇怪。老三媳妇儿，你今天怎么会突然问起老三他娘惠夫人之前的事情了？娘，不知相公他娘长得是像徐老爷还是徐夫人？小姐的模样像夫人，说也奇怪，小姐的模样竟然一点也不像老爷。不仅是小姐，就连老三的模样也一点都不像他外祖父。不像？徐行他娘不像徐老爷，就只能像徐夫人。徐行也和他外祖父不像，那就是徐夫人长得像老王妃了。徐夫人、徐行、徐行他娘，这3个人都长得像老王妃。难不成徐夫人是老王妃娘家的侄女儿？侄女儿像姑母，倒是也说得过去。顾青青心下猜测着，
老三媳妇儿啊，今天这好端端的，你怎么突然想起问徐府以前的事儿了？顾青青总不能告诉梁氏，她怀疑徐行他娘可能和定北王府的老王妃有关系吧？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娘，我就是想知道一点相公以前的事情。还有，虽然我和相公成了亲，但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相公他爹娘以前的事。刚好娘你不是以前在徐府做事吗？我就是随口问问而已。老三媳妇儿，那你可有什么别的想问的？没有了。梁氏今天还要回去看怀孕的二嫂，顾青青安排下人帮梁氏收拾了东西和包袱之后，又亲自送了梁氏出府。梁氏刚上车就被吓了一跳，哎呀，老三媳妇儿，这车上怎么多了这么多的东西？梁氏看着马车上大包小包的东西，一脸的吃惊，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的呀。老三媳妇儿，这东西你是不是弄错了呀？娘，没错，这些东西都是我让下人准备的，全都是给嫂子和你们准备的。正好娘你要回去，就把这些东西也一并给嫂子带回去吧。这是不是也太多了？不多，娘，这些东西除了是给嫂子补身体的，也有给你和二哥的。入秋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见娘你身上的衣服都略微单薄了一些，就吩咐府上的下人给你和嫂子他们都做了几身厚一点的秋衣。除了衣服，这车上的东西全都是些吃的用的。如今二哥酒楼的生意就他一个人操持，难免顾不了那么多。嫂子现在刚怀孕不久，胎相还没有坐稳，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给二嫂补身子安胎的。青青啊，这么多的东西，娘和你嫂子哪能吃得完呢？要不你还是让下人把这东西搬下去一半吧，娘就只给你嫂子带一半的东西就够了。娘，这些东西可大多都是给嫂子安胎补身体的，我挑选的东西都是经久耐放的，嫂子一时吃不完，那就慢慢吃。这……行了娘，你要是再推辞，那就是和我见外了。青青啊，那娘就带你二哥和嫂子，多谢你了。娘，行了，你和我还客气啥？再说了，就算是娘你今天不回去看二嫂，这些东西我都会安排下人给她送过去。现在正好，娘你可以一并给二嫂将这些东西给带过去。老三媳妇儿，那娘就先回去了。娘，你就放心吧，你回去看嫂子，这边我会照顾好五弟的。送走了梁氏，顾青青返回去。相公，你这是要出去吗？自从徐行回来养伤之后，在府上一直穿的都是寻常的衣服，这还是顾青青第一次看见徐行穿官服。青青，我现在有事可能要出去一趟。相公，你要去哪儿？我只是坐车去一趟大理寺，很快就会回来的。去大理寺？相公，不是大理寺的事你每天都在书房处理了吗？青青，大理寺那边有一件事需要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很快就回来，不会有事的。顾青青直到徐行的马车走远，这才返回府中。